成哥呢？在上边发呆呢。成哥，该走了。法庭马上就要宣判了。我觉得呀，这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东西，法院是能理解的。更何况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。真的出问题了。越怕什么，就来什么。这回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哎呀，走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我们家甜甜可怎么办呢？哟，不至于，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不至于啊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成哥，我们非常担心海中月。海中月是我们所有人的。我也是。本庭裁判如下：被告方美梦影视制作公司在没有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，拍摄出的电视剧《海中月》，剧中确有杜撰编造当事人历史经历的行为，故电视剧《海中月》不予发行。成哥，还是我来开吧。啊，不用。成哥，我们还可以上诉啊。中院不行到高院，省城不行到北京。成哥，咱费了半天的劲，就这么算了？你们打的走吧。肯定还有别的方法，我明天再去找些人，我就不相信这些朋友不帮忙。阿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把话憋在心里，会憋出病来的。你说吧，你急死我了。下车。我下车。
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从下午开始，我一直在想，从编写《海中月》的第一场戏开始，然后是娜娜、阿峰，再然后是小丽和无名，我们一起探讨剧本和表演，还有成哥。《海中月》是我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戏，也是我最陶醉的一次创作。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一场灾难。我很想阿峰，这个保镖出身的人，为了让我拍好这部戏，竟然用性命来维护。我也很想成哥，为了让我拍好这部戏，他到处去借高利贷，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一句。可是我呢？为了一次冲动的创作，我害死了所有的朋友，到头来全然无法收拾局面，无法收拾。我真的很自私。据我所知，那一晚很多人都哭了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承受了一次创伤。小丽哭了，为她的角色而哭了。她投入自己所有的热情和想象，塑造了自己演艺生涯第一个主角，如今将为永远的尘封。这种感觉，对于女人来说，就像夭折了一个亲生的婴儿。无名哭了，为他的角色而哭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扮演男主角，并在这个角色中寄托了人生所有的向往，如今将被永远的掩盖。这种感觉对于男人来说，就如同埋葬了自己初恋的情人。燕子哭了，为他的前途而哭。这是他所遇见的最重要的角色，也是他发挥最好的表演。假如连这次表演都不能展现，那么未来只会更差。老纪哭了，为公司而哭。离婚之后，他一直以这所公司为家。如今，眼看着公司已经风雨飘摇，前途凶险，那种感觉，如同又一次的妻离子散。白霜哭了，不为别的，为成哥而哭。他第一次看见这么一个永远乐呵呵的男人，也会有寸断肝肠的时候。那种感觉叫做怜惜。也从那一刻起，他开始牵挂这个男人。
修哥，韩总，昨天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们，想请你们2位打几杆高尔夫呢。打什么高尔夫啊？多贵啊！韩总，小瞧我是不是？修哥，您也真是的，有什么事一个电话，我还不得屁颠屁颠跑过来呀？您还让阿彪把我请过来。打电话你敢接吗？电话坏了，这水货，你这说坏就坏，你这东西。你那什么高级手机啊？拿给我瞅瞅。韩总，您又跟我开玩笑，您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您说您看我手机干嘛呀？韩总，您这手机不都坏了吗？还要它干嘛？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不是忙着剪咱们那片子呢吗？还得送电视台，一不留神就把2位给怠慢了。2位大人大量，等我把钱收回来，我马上就把钱还回来。还你个妈！修哥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怎么说话？骂你了是吧？啊？你还算人吗？啊？拿我们哥几个当猴耍？啊？还送审片子，卖给电视台，你卖给谁啊？我问你卖给谁？谁要啊？你还有什么？除了你这身肉，你还有什么？还是修哥了解我，我现在除了这身肉，还真是什么都没了。想玩赖是吧？不想还钱了？看来真得给你上课了。想听听我怎么对付那些赖账的人吗？不想听，我这人胆小。你甭听，你也别试，啊？那修哥的意思是，还钱，连本带息还钱，还钱，明白吗？当然得还钱了，能不能宽限几天？啊，就几天，就几天。说清楚，到底几天？10天。好，面子呢是别人给的，脸可是自己丢的。我跟你说句明白话，3天，3天以后，我带着枪来，在你面前只有2条路可走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把你这身肉留下。听
听我说，大家都不要急，不就是钱吗？啊，一旦我们公司资金周转过来，肯定还给你们，到时候1分都少不了。你说我们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说好了现在还钱，怎么说话不算话了？妈的，别装模作样了，法院都已经把你的戏封了，你要指望什么还钱啊？再不还钱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不还钱就睡在这了。还钱！诸位，有话好说嘛！你们这问道怎么解决问题啊？第一次见这阵势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要把制片人的名字放在编剧和导演的前面了。你还能想到这个？我还能想到什么？我还能想到海中月的色调和音乐吗？陆天，你去看看文文吧。不，现在我不能去。这热闹可不好看，况且你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但是我要在这儿待着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在这儿待着。别他妈跟他废话，进来玩就搬东西。还有什么说的了？我们斧头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，他们要干嘛呀？难不成真的要打劫？打劫？不是打劫，是讨债。太可怕了！我估计49年南京政府失守的时候，也就这种状况了。那我们还进去吗？还是别进去了，进去也帮不上忙。而且我想陈哥也不想让我们看见他这么狼狈。给我搬！不能搬，不能动！妈的，陈老板欠我们那么多钱没还，都搬了都不够提数。你说的对，欠债还钱不假，但是你们得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搬呐。那我不管，没钱不给钱就搬。不，你把这个黄脸官这是我的，你干嘛呢？别动啊，拉开我别打闹！不，我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让你们动这些东西。又碰见一个耍赖的，你小心我一斧头劈死你！老子在睡觉，你们吵什么吵？行了，别臭我了，好吧？老纪，你这是哪来的枪啊？还能哪儿？道具间呗。真看不出来，你竟然能想出这招来。就今天这个局面，就得以毒攻毒。老纪，季老哥，要不是您那横着膀子一声吼，我估计今天这帮讨债的，非把咱们公司掀个底儿朝天不可呀！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！演戏嘛，
就今天这个场面，要是不拿枪杆子说话，他根本就压不住。他们哪知道这子弹是什么东西？哼！怎么样，我底气还足吧？奶奶的！我一直以来就想在镜头前装一把侠客，哼！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他演了一把。可问题是，这蒙得了一时，蒙不了一世啊！回头怎么办？是啊，明天那些讨债的再来，恐怕是要带上火箭炮了。成哥呢？不知道，在里边发呆呢。来，为了我们3个认识3周年，也是入行3周年，我们干一杯吧！哎，等一下，人还没到齐。什么人啊？是啊，3年前我们仨全是光棍儿，现在过了3年了，身边自然有人喽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是光棍一条，所以就忘了这茬了。你是没定性，今天宝马，明天奔驰的。拉倒吧你！3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刚认识，在一起敬酒宣誓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好清楚呢。后来啊，我们还听说周迅在附近拍戏，结果呢，饭都没吃，我们就跑去看了。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回头想一想，好像一切都变了，又好像一切都没变。我呢，是什么都没变。你呢，变化不大。文文呢，是什么都变了。我有吗？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变化呀。请问你是文安阿姨吗？哦，是啊。阿姨，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戏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好的。谢谢。瞧见了吗？你还说你什么都没变，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？哎，燕子，你今天似乎有点耿耿于怀啊。耿耿于怀。知道过去的3年，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吗？那是花样年华，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3年。或许吧，再往后，我们还会有无数个3年，但那些都已经是垃圾时间了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最美好的花样年华里面，能演上几部像《花样年华》那样的大片，让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我吴小燕的风采。而现在呢，这些梦想都消耗在我的出租房里了。燕子，别这么悲观，不是还在发展中吗？说不定明天就有惊喜降临到你头上了。惊喜？这个惊喜，我已经盼了好久，整整3年。现在，我都不知道盼头在哪儿。还有小丽，她的运气也不好。认识她的人都知道，她是最有表演天分的。而这么多年了，依然一无所获。好不容易演了个苏婉儿，结果连播都不肯播，扼杀在法庭上了。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得有一肚子委屈要说，总想发泄一下。我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美梦公司门口看到的那一幕。
想到成哥，他的遭遇还是真让人同情。亲爱的，现在也只有你有心情去为别人难过了，而我跟小丽呢，我们只能为自己难过。抛开你的事业有成不说，至少你有一个温暖的肩膀可以依靠。而我们呢？小丽，我们应该为文文的顺利而庆祝，当然，也应该为我们自己去拼搏一下了。在未来的3年，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。实际上，我们3个一样大，都已经25岁了，马上就是要奔30的老女人了。如果在下一个3年里，我们依然像现在这样一穷二白，我们这辈子可真的要一败涂地了。人生其实是一场艰难的经营，我们已经再也输不起了。说得好，25岁就悟到这些，我都30了，仍然没弄清楚其中的规律啊！你今天迟到了啊？我能不来晚吗？你是想象不到现在美梦公司是个什么样子。想想成哥也是够倒霉的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成哥这辈子最背的事儿是遇见我这么一个250的编剧。这场应该说是灾难吧，就是因为我造成的。好了好了，今天不许说这个了，这2天已经够难过的了。好，既然我们的陆大编导、文文的老公来了，现在我们总可以干杯了吧？来。是啊，无论这个世界上有怎样的悲欢离合，我们3个的友谊永远是地老天荒。说的没错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还差1个人呢。还少什么人啊？他应该快到了。就像燕子所说，人生是一个艰难的经营，我也需要找个肩膀靠一下啊。哎，他来了。你们好。这是童涛，我想我不用隆重介绍了。哇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们啊终于见面了。不用介绍了，早就知道你是传说中的童涛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燕子。哦，知道，活泼好动的燕子，久仰大名啊。久仰大名的应该是我们才对。早在2年以前呢，我们就听说了，小丽呀，有一个念念不忘、青梅竹马的童涛。这是文文，你应该认识他。当然见过，无论是40宫人来，还是亡命天涯，我都看了不止1遍呢。不过见到你本人，比上期更漂亮。说实话，你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帅多了。这个就是陆天，年轻有为的导演编剧。你好，陆大编导。你好，你所有的作品我都看过，谢谢。我希望你不要像小丽一样一直在批评我。哈哈，来，走啊。好啦，来，我们大家干一杯，来欢迎这位远道而来访问南方的客人。不，我不能算是这里的客人，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已经居住到这里了。一方面，有一份待遇不错的单位邀请了我；另外一方面，一定是啊，为了小丽。哎，那你平常有没有看过我们演的电视剧啊？看过，我还买了碟片呢。你喜欢看电视剧吗？这3年，我都成了电视剧的发烧友了。因为我总想从任何一部电视剧里找到小丽的影子，哪怕只有1个镜头也好。
就像我每天都要准时收看中央1套的天气预报，因为我总想知道小丽在南方度过的每一天。哇，那太煎熬了。所以我必须移居到离她很近的城市，否则相思病啊会活活把我整垮。哇，好感人呐，比我们陆大编剧写的台词还要感人啊！小丽，你好幸福哦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可以干杯了，就为了你们4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先啊，要祝你早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这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呢，首先祝3位小姐在下一个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能够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对嘛，这话多好听，我喜欢。我更要祝我们风尘仆仆的童涛因为你让我明白了，爱一个人很不容易。我承认。其实无论是谁，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大家明天过得更好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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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觉得小丽的男朋友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感觉怎么样啊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又是财经博士，听说在太平保险现在做什么高级设计。你以前没听说过他呀？怎么说呢，挺奇怪的。这小丽以前吧，老跟我们说，她认识一财经的研究生，跟她从小青梅竹马的，他们俩挺有默契的，怎么地的。但是去年小丽失踪以后回来，就很少说了。为什么呢？反正我老听小丽发表一句感慨，说什么爱情不是理想，而是一种体验。这是我曾经写过的台词。知道，反正啊，小丽就是引用了这句话。我琢磨着吧，小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然后一直怀才不遇的，估计是想了想，觉得还是童涛比较踏实吧。看来，永不妥协的林小丽，这次也妥协了。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妥协吧。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固执而糊涂；成熟以后，又因为妥协而去装糊涂。或许女人都是这样。你说什么呀？一句都听不懂。别人的事情，我们也不需要完全弄懂它。反正也是，只要我们2个人的故事通俗易懂，那就行了。哎，你晚上那个祝酒词听起来挺棒的，明天会更好，我爱听。喂，双姐。什么？成哥失踪了？好的，我马上到。什么？成哥失踪了？看来，明天也未必更好。先生你好。哎，老季，找着没有？啊，都找遍了，没有。走吧。怎么样了？我们再想想，他还能去什么地方？
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都找遍了，他还能去哪儿啊？他常去的地方都去了，可是没有啊。我们能想到的地方，那些债主肯定也能想到。他肯定躲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。他要不想让人找到，我们也很难找到了。但是这么躲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躲得了一天，躲不了一辈子呀。喂。喂，陆叔叔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谈事儿呢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，甜甜？我回来了，我本想给我爸一个惊喜，就没跟他说。可是我到了家门口，发现他不在家，打他的电话又关机，这么晚了，他能去哪里呀？我回头找他一下吧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回头打给你啊，再见，甜甜。是甜甜，她回来了，要找她爸爸。走吧。陆叔叔，陆叔叔，我又为了我爸设计了一种追白霜阿姨的戏。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叫《霸王别姬》。说实话，我没怎么看懂，但是它很有感染力的。我琢磨着，现在的人对那种普普通通的伤感已经不当回事儿了，要整一些悲壮的故事，才能使他们感动。白霜阿姨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爸爸要演场悲剧，很有震撼力的悲剧，让白霜阿姨从这场戏中明白什么叫做……你爸爸已经不需要演悲剧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已经掉进了悲剧之中。阿成有这么一个藏身的地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很久以前，我爸和我妈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一到周末就喜欢到海边去浪漫。我爸索性就在那儿盖了一间房子，作为他们俩休闲的窝。有这么一套房子，我却不知道。我也不太清楚。首先，那里很简陋，犯不着引你们去那里欣赏。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妈去世之后，她也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，可能是不想触景生情吧。在那儿呢。那一天早晨，从梦中醒来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那天早晨，从梦中醒来，清烈就闯进我家乡。成哥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老大，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一天不见你，还真是怪想你的。天空下起了白雪，落在你微笑的脸，化成雨，融在我的双肩。你温柔的双手变成美丽誓言，让我沉醉的誓言。
间，化成一道地平线，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。你的微笑和你的脸展示在我眼前，我却不敢